今天的料理有点小翻车，但竟然有意外之喜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亨瑞，一个和你一起提升厨艺的频道。最近看了詹姆斯主厨制作酪梨三明治的影片后，亨瑞决定要来复刻这道料理，也献给夏天没什么食欲的朋友。对了，大家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亨瑞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亨瑞，并将影片多多分享给更多朋友哦。因为今天去全联没看到小番茄，今天就用番茄丁代替吧。首先来处理一下酪梨，只要将酪梨纵向切成2半，转开，再用刀子的尾端稍微敲一下酪梨籽，就可以把酪梨籽轻松的取出来咯。不要害怕，稍微用一点力，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这样，蛮尴尬的。在剥酪梨皮的时候，会教大家如何挑选熟的酪梨吧。只要压一下酪梨的头部，如果你感觉是软的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挑到的是熟的酪梨，剥皮的时候就会非常好剥。对了，不要压其他地方，那样的话只会把酪梨压坏。在这里，酪梨分成2半就行了。接着我们来煎蛋，油热的时候放入鸡蛋，因为亨瑞忘记带锅铲了，只能用汤匙慢慢铲粘住的部分了。还好放的油够多，问题不大。如果在煎蛋的时候不小心把蛋黄弄破的话，那就请你的朋友吃上一份充满淡淡哀伤的酪梨三明治。虽然煎蛋看起来非常悲伤，其实一点也不开心。回到正题，将煎好的鸡蛋摆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制作这道菜的灵魂——番茄佐9层塔。在詹姆斯主厨的影片中，主厨用的是小番茄，但是今天的运气不好，今天去全联的时候，亨瑞没有看到小番茄，今天就用番茄丁代替吧，问题不大。将番茄丁倒入锅中炒到微软，再放入蒜末炒香。因为亨瑞的场地用的是 IH 炉，所以理论上的温度不会太高，也就不会像詹姆斯主厨的影片中出现起火的问题。当然，各位朋友只要用的是一般家庭用的瓦斯炉，也不会发生锅中起火的现象。但是做这个步骤的时候还是要小心，毕竟番茄很容易出水，和刚刚煎蛋的油在一起会让油四处溅射，危险。在这里亨瑞分享一个比较安全的小诀窍，超简单的，就是放入番茄的同时，把锅子往前倾或是盖上盖子都可以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受伤，可以试试看哦。番茄不要炒太久，不然很容易出水，尤其是今天用的番茄丁，这里大概炒个30秒就可以了。接着在起锅前放入9层塔，炒到香气出来就可以盛盘了。因为亨瑞今天忘记带锅铲的关系，今天会用现有的烤箱来烤吐司。这个步骤非常简单，只要将吐司的2面刷上橄榄油，再撒上盐和胡椒，就可以放进烤箱烘烤咯。今天预热到170度烤3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段时间先休息一下吧。不想和朋友聊太久了，赶快救一下。还行，没有烧焦，问题不大。不过好像变成面包干了，问题不大，说不定会有新发现。先把美乃滋涂上去后，接着放入用汤匙煎的蛋，切半的酪梨，再盖上另一片吐司。因为变成面包干的关系，装盘有点困难，问题不大。最后摆上刚刚的9层塔炒番茄，一份相对能在夏季让你开胃，又非常之嘎嘣脆的面包丁酪梨三明治完成。一口下去，虽然有点难以入口，但意外的不会太干。酪梨的油脂还是很好的中和了吐司的干燥。9层塔番茄的设计让这道料理的配色和口感大大提升。虽然有点小插曲，但亨瑞还是认为今天的挑战算是成功吧。在夏天结束前，亨瑞会找一个时间将这道酪梨烤吐司做得更接近原版的口味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哦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帮亨瑞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亨瑞将协助你们激发对烹饪的灵感和信心。我们下回不见不散，拜拜。